太后，朝中主要政务就这些，请太后明示。就这些，没别的了。皇上叫微臣禀报的就这些。我怎么听说，中尉宁城在京都效法治都，对待皇亲国戚其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据微臣所了解，宁城并无大错，是那些烈士宗亲们的行为确实多有不解。皇亲国戚若行不轨，治罪应该。可是他宁城自己就干净吗？治都治法专断严酷，可自身倒还廉洁。宁城廉洁吗？丞相，拿去看看吧，都在上面了。贪赃受贿是一个中尉应守的本分吗？回去告诉皇上，治国如同端一碗水，稍有不平，水则溢也。执法者犯法，尤其不可姑息。臣告退。母后，是得给这些人一些警告了，要不然，他们简直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，已经欺负到我长公主头上了。哼！这个材料，假如属实，朕便失去了一员大将。陛下，臣已核实，这举报状上所列多是事实。宁城确实贪受犯人的贿赂，而且还包括田地。令朕恼火的，并不是宁城是否收受贿赂，令朕奇怪的是，在朕的视野之外，还有一个御史大夫属，眼睛专盯着为朕办事的那些人。陛下，中尉一职至关紧要，直接执掌北营我汉军精锐之师，恐怕暂调宁城为内史。中尉一职嘛，由田太尉重新选一人报给朕批准。臣领旨。陛下，对宁臣的处置，如果只是调任，恐怕老太太那儿会过不去。怎么过不去？啊？举报宁城的，不过只是一个没头状子，在朝廷没有审理核实之前，不能定罪。陛下，臣认为应该加速实行一些改制措施。其一，为加强朝廷权威，需抑制诸侯对朝政的政治影响力，应当命令所有驻留京城的列侯都回自己的封地上去。其二，应当命令各封国领地要开放城门，不能随意限制往来出入。其三，也应当检举和贬谪行为不轨的皇亲国戚，对其中横行不法的贵戚子弟重加惩戒，以致消除其贵族属籍。丞相认为这几项可行吗？天子刑法无别亲疏，无疏贵贱，原则可行，只是此举会牵动各方。如果陛下决心推行，臣建议必须先严惩宁城，然后再核查皇亲国戚。这样一来，老太太那儿就不会将一碗水端不平了。好，赵婉，立即拟诏彻查宁城贪污，但绝不能因此案而放过正被宁城核查的贵戚。
中尉宁城拜见太尉。中尉宁城接旨。诏命：暂调宁城为内史，从时免去其中尉一职，着宁城停职在家，交代罪过，钦此。罪人宁城还不谢恩？谢皇上隆恩。王子，猎狗今天又死了一只。这些猎狗除了人肉，别的都不吃，4只猎狗只剩下1只了。王子，大单于调给您的旌旗来了，王子妃也来了。昆仑神，士兵，快找我的侍女！谁能忍受这一晚上没完没了的折腾？快点，愣着干什么？回去！你给我回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士兵们，士兵们，都给我去准备！我要带领你们去练习骑射，快！你们都看清楚了没有？这是剑叫鸣笛，这是我伊制血专门制作的。此箭与其他箭组不同，引弓射出后会发出云雀之声。我要让你们记住的是，这并不是一支箭，这是我伊制邪的命令和决心。它飞向何处，你们的箭组就要跟到何处。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。我鸣笛所指的目标，就是命令你们攻击的目标。如果有人胆敢不服从本王子的命令，不管他的骑射有多好，我力斩不赦。听明白了没有？听了，听了，听了，听了。
兵们的训练还算有素，但是距离本王子的要求还差得很远。我说过，我的鸣笛就是我的将令，我的决心有不从者，力斩不赦。刚才我将鸣笛射向我的那匹马，为什么有人犹豫？你们不服从我的将令，为什么？我们知道王子深爱自己的宝马，什么？担心一号令有误，所以犹豫了。喂狗，都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不执行本王子命令的下场。你离开单于王庭的时候，父王的身体怎么样？父王的心思都用在王储于丹身上，每天教授他骑射作战之道。王庭的许多事务，于丹也都参与决策。看来大单于真是要把他训练成一只雄鹰了。哼，大单于难道是教出来的？匈奴的统帅是饥饿与欲望的产物，是荒原上孤独的狼。是必须熬过了艰苦岁月才幸存下来的狼。对了，你给我绣一面旌旗，旗面上要有狼的图腾。现在就绣，明天一早我就要用。全军准备！王子，王子，旌旗绣好了。王子，你看。不能射，那是王子心爱的女人。刚才没有发箭的，站出来！你不是铜口铁牙、追蛇立心吗？那么走吧，回到荒野上去吧。你必须做重新恢复野性的狼，否则你就去死吧！快给我走！挺起你的胸膛，竖起你的耳朵，恢复你祖先嗜血的本性，去厮杀，去谋生，去找回自己的荣誉。走，快走！
么了？宁城，找到。都说朕对宁城有所庇护，朕看现在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让那些窦家的人都把嘴给朕闭上，别没完没了的去老太太那儿乱嚼舌头。御史大夫，臣在。你是不是也该让朕的耳朵根子清静清静了？臣已经派人去颁布了通告，凡应该离京的列侯，每个府门前都要张贴，限他们7日内立即回封国去。7日内，7日太长了吧？朕只给他们3天口谕他们，3天后还不走的，朕亲自登门去送。臣遵旨。陛下，经初步查检，贵戚横行不法案例内有6宗涉及朱窦子弟，办案官员很感为难，因为是窦家投鼠忌器，怕伤及了太皇太后的情感呐。窦家人并不等于太皇太后，他们也不能代表。那就是说，朱窦子弟不法者一样要消除其贵族属籍。这样，凡是涉及窦家子弟的案件，全部交由丞相去办。丞相也是窦家的人，我想他应该知道如何去办。皇上是这么说的？是的。是窦家的哪些子弟？他们都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？丞相，丞相，告辞了。好。皇上最近干得不错。确实干得不错，既堵住了甘泉宫那边的嘴，又打得满朝姓窦的哑口无言呢。哎，姐姐，我跟你讲。只怕这事儿会惹娄子。姐姐啊，权力这东西啊，不是人人都能摆弄得了。有的人生下来就会，有的人一辈子就不会。就说窦婴那样3朝元老吧，了得吧？皇上轻轻巧巧就把难题推给他了。不是高祖的种姓龙气，小小年纪哪来这种帝王之术？让姓窦的跟姓窦的去斗，这招棋倒是不错。哎，姐姐，淮南王托人带信，想引我们家连个亲。这个淮南王可靠吗？他的父亲刘长，虽然也是刘姓嫡脉，可跟先帝有仇，是反对朝廷的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淮南王非常愿意让他的太子与咱们家联姻啊，那是好事儿。刘安呐，在刘姓的亲王里有不小的影响力啊。如果拉住他，就把刘姓的王爷们拉过来了，一半。这感情好。当然。天子放个屁，地方炸声雷呀，就是要用此举来立起皇上的威信。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侯爷们的动静，3日过后立即行动，通通的逐出京城。太常窦彭祖拜见丞相。这也太过分了！廷尉署一清早就到我家去抓人，
当着我的面带走我的小儿子，我窦鹏祖身为九卿之首，什么人敢有这么猖狂的举动啊？是我叫廷尉署去人的，但不是去抓人，而是带走询问。这不一样吗？啊，大哥，您是咱窦家人的头。现在明显有人在离间咱们窦家，咱们自己可不能骨肉相残呐。那，你给我想一想，你说我是要做这个丞相呢，还是只做你的？大哥呢？哎，要说我这个小儿子，是不太成器。大哥，看能不能想个办法保留住他的属籍呀？这事儿牵扯的不是你一家。你看，咱窦家好几百口子，你替我掂量掂量，该保谁，该舍谁。人家把把柄抓得实实在在，有字有据。我也难呐。既然大哥不肯帮忙，我只好去汤泉宫找太皇太后了。那也未尝不可。作为九卿之首，儿子犯科，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不过，能不能说下老太太，大哥替你捏把汗？我只告诉你，当初为了梁王立储，我只多说了一句，就被开除了门籍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谨慎为好，管教好孩子，不要再惹祸了。你听见了吗？那我那小儿子已经回家了。我说过，不是抓他，是询问。这么说，他都承认了？我说了，人家手里是捏着把柄，有凭有据，你可以去拿给老太太看看，看看她老人家能怎么说。哎，这事儿只有等到时候这样。说说李家，说说你们，真是。太皇啊！求您老为我们做主啊！皇上的老祖啊！皇上的6卿夫人啊！人呐，我们都是为朝廷做工的人呐。至于你们那么哭天喊地的，不就是让你们回自己封地上住？我就不信，这长安有什么好，非得往一块扎堆儿？皇上有他的道理，没做错嘛。这人多的地方啊，就有是非；这有是非啊，就有争斗；有争斗就有输赢。回到你们的封地，就要你们的命啊！还可以来来往往。皇上年纪再小，他毕竟也是皇上。你们呢，都回去按皇上说的做。味道不错。新政出战告捷，列侯均已归国，阻力嘛也都消失了。下一步，我们该考虑建立一批新规制，设明堂，议封禅，改历法，议服色，尤其是罢黜百家杂说，独尊儒学。大政方针朕已决定，
你们要立即着手去办，列出个日程来。陛下刚才所议都是很重要的。如果要顺利的施行，前提是要减少各方面的阻力。微臣早上来，恰遇博志侯许昌、武强侯庄钦迪往这边探头探脑。这2个人是专治黄老学说的，而且常去与太皇太后那儿走动。以微臣之见，这2个人在此窥探了消息之后，肯定又会跑去向太皇太后那儿禀报的。陛下，微臣以为，此间所议一切，必须事前给太皇太后知道，求得太皇太后首肯，能行的则行，不能行的则缓行。太皇太后垂垂老矣，陛下以天子之尊，岂可一举手一投足皆受制于一个泥骨不化的老人？郎中令，此话不当。丞相说的极是。陛下，来日方长，有些事情关系重大，还是审慎为好。操之过急，恐怕只会适得其反，那就不好了。你们2位的意思是，有必要把每一步的计划先行禀报给太皇太后？陛下英明。朕考虑考虑再定吧。真是煌煌巨著啊！这部书叫什么书名呢？父王倒是取了书名，不过就是还不甚满意，所以他让我进献给太皇太后，想请老祖宗给赐以书名。你的父王太谦恭了，弄这么大的一部书，像是费了不少心血吧？是啊，父王聚集天下高人，编纂了多年，上讲天地起源，道之原始；中讲人君立德，无为而治，大治天下；下说养颜保和，长寿无极之道。还有很多炼丹的秘方呢。讲的是人君立德，无为而治，大治天下的。是啊，父王在书中系统阐述了黄老道家学说。父王为此书，暂时取名为《鸿烈》。好，很好。那太皇太后觉得有什么不妥，就请您另赐一书名。鸿烈，倒也不错。鸿，大也；烈，明也。如今朝廷上下儒术盛行，黄老师尊，这儒学也不是完全一无所取。是啊，但不能只尊儒学一家。你父亲拿出这部书正是时候。我看此书啊，也可以就叫《淮南王书》。刘林代父王谢过太皇太后。回去禀报你的父王，老身理应谢他才是。好在冬10月他就会入朝，
到时候我再跟他议议，听他讲讲正本清源的道理。那刘伶告辞了。倩儿在。去把程不识将军给我请来。魏尉程不识拜见太皇太后。你回长安一趟，把朝中的那些老臣给我请到汤泉宫来。诺。我要听他们议一议这部《淮南王书》，这儿有个名单，按照上面的名字一一的给我请来。臣领旨。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申公已经走了。走了？走了？去哪儿了？申公一早就要小的将他送往街上客栈住了。岂有此理！胡闹！还不赶快去给我找回来！小的拦了，可是申公，你看来，老师是有意和学生们拉开距离呀。这是为什么？丞相，臣在。朕下诏罢辕马以自平民这一项，你操办得如何呀？回陛下，已告完成。园里那些土地，都分给那些赤贫的人家。啊，好。丞相这边完事了。那建明堂的事，有眉目了吗？你们不是说要向申公请教古制吗？打听到了吗？陛下，申公他怎么了？申公说各学派说法不一，他也莫衷一是啊。陛下，太皇太后最近召集了许昌、庄清迪、石奋等一批老臣，去了骊山汤泉宫。站好了，一定要加强戒备。皇上最近那一套可不怎么高明啊。当初高祖任沛公时，主要沿用处置，后来攻下长安，萧何从阿房宫拿到了秦图书典籍后，就开始仿用秦制，所以汉承秦制。可赵婉王臧有撺掇皇上改制，更秦法以立汉制。要改啊，那你就好好改呀。你得监听各方面意见，可不能胡闹啊。听说还要改黄历，正月不叫正月，叫腊月。还要改服色，这上黑改上黄。还要改官名，治粟内史改成大司农。听说下次朝请还得加礼乐，还要造明堂。改来改去，你们说说，大汉朝廷的国家规制不都乱了套了吗？有几个人呐，专捡皇上爱听的说，皇上太年轻，所以请你们几位老臣来，要你们给皇上啊多提点好建议。这天下呀，怎么能只有一元呢？老子讲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无穷，怎么能只有一呢？依老身看，这《淮南王书》就是二。许昌，臣在。你回长安时，把这部《淮南王书》给我捎给皇上，让他好好的读一读。
他不是要正本清源吗？依老身看，如今朝廷之上，儒术独盛，儒生猖獗，是要正本清源。要皇上兼听则明，回到无为而治上来，不要事事只听儒生的。臣遵旨。父王，姐姐托人紧急从长安捎来的。怎么样，父王？你自己看吧。太皇太后也只是夸了父王的书而已呀。寡人这本书得到太皇太后如此夸奖，因近而察远，以叶尔之秋啊。父王的意思是？皇上的地位有点微妙了。哦，太皇太后讲这些话不是说给我听的，是说给皇上听的。看来太皇太后早晚得把那一帮儒门子弟都请出朝堂的。哎，这是早晚的事儿。要是皇上硬是护着他们，那可就对立起来了。父王的意思是，天下要大变了。看来，如不想出个办法，臣担心太皇太后早晚会下决心废弃儒学，重新回到黄老之道。近来，列侯宗室和窦姓贵戚们都在私下串联，到老太太那儿讲陛下改制的坏话。如果能彻底绕开老太太，那事情就好办多了。这样，到底妥不妥？御史大夫，你可先上个条陈。陛下以为这折子的内容如何写才好呢？怎么写都行，就是要告诉那些大臣们，朝中主事的是朕。朝中大事离不开奶奶，但一般的事情朕说了算。对呀，陛下，以后不要事事请示东宫嘛。哎，这事儿可别又让奶奶先知道。免得他生气，除了朕、丞相、太尉和你们俩，千万不能预先泄露。啊，留步。你去禀告皇上，臣支持皇上的决定。告辞。请等一下。眼下应该加强京城和宫内外的警戒，北营汉军精锐要严加控制。开门！哎呀，躲开！王大人，太尉在房中求见。太尉大人，郎中令王大人来了。啊，皇上这么决定的？哎呀，皇上特意提醒太尉，此事啊，万不可向王太后泄露。皇上啊，是怕母亲告诉太皇太后。好了，这件事我知道了。大人请吧。那就告辞了。驾！站住！什么人深夜来此闯宫？我是武强侯庄庆黎。不行，谁也不能深夜闯宫。程将军，赶快带我去见太皇太后。闪开，让他进来。看起来，这个赵婉、王臧不搬开是不行了。明天一早，他们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由御史大夫赵婉提交奏呈，再由皇上批准施行。奏呈一旦实行，太皇太后
今后就不便再过问朝政了。你说，这赵婉王臧还有没有良心？老身对他们已经够宽容的了，他们还横着心的要跟你翻脸。程将军，臣在。你也跟他们走吗？老臣原是窦家一马夫，至于文皇帝才成为将军，老臣誓死忠于您和皇上。你看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跟儒生们走吗？皇上少不更事，跟着他们吆喝走的人，不过就是那么几个嘛。程将军，臣在。你去准备一下吧。老身今儿个晚上要回东宫。